各位朋友，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呢？中国的这批公知啊，原来活跃在中国的公知四大名著上面的，你比如说知音啊、意林啊、什么读者文摘那上面的那些公知，现在全闭嘴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啊，他们在那个公知四大名著上老是写说美国呀政治清明，权力呢关进了笼子。总统呢也不能随心所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可是如今呢，美国呢上来一个炒股加卖币的这么一个总统，这些公知全被现实的完美的回旋镖狠狠的打了脸了，全闭嘴了。各位，民主灯塔的耻辱啊！为什么呀？美国总统亲自推销自己发的空气币，我们的排行榜每个小时实时更新，竞争非常激烈，你要么持有川普币，要么在一旁观看吧。4月23号，美国总统川普的虚拟货币川普币运营方宣布，将邀请持币量前名排220名的人参加亲密私人晚宴，现场有机会听取川普关于加密货币未来的第一手信息。前25名大股东更将获得川普私人接待以及特别版的白宫参观。消息一出，当天下午川普币就暴涨了 58%啊！好家伙，以前的时候暴跌了 88%。今年1月份，川普在正式二进宫的前夕就趁势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他的妻子也发行了美兰尼亚币啊。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川普家族已经涉足了那个空气币啊，然后呢比特币挖矿啊，然后通过这些项目获得了近1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从全家抓紧带货窗口到炫耀亲友人均股神，再到如今拿进白宫当奖励犒赏榜一大哥，美国总统完全不加掩饰的大搞内幕交易，刺激粉丝氪金，种种操作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啊！中国的公知全都闭嘴了。过去数日，美国股市受关税政策影响剧烈震荡，美国有不少企业和民众陷入了困境甚至破产，而川普的身边人则大赚特赚，全然不在意先砸盘后抄底的骂声。眼下有民主党的议员痛批川普的种种行径是有史以来总统所做过的最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可悲的是，这也不过是50步笑百步，何止川普美国政客用从政影响变现，靠内部信息理财，早已是华尔街人尽皆知的秘密了。那个说美国那个美丽的风景线的那位老婆子是属于国会山股神，对吧？特别是当美国的国家和民众面对危机的时候，政客们往往精准的踩点，大肆收割，从总统到各级高官轮番坐庄，翻手云雨。从进一步看，政府的角色与商业利益之间没有界限且不受约束，本就是美国制度的特色之一。就以川普币为疯狂的营销为例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经表示，此类空气币更接近收藏品，不属于联邦证券法的监管范围。再看政客操纵股市，法律的话语权也是微乎其微。美国在2012年出台了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仅宽泛地规定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获得的非公开信息谋取私利，且没过多久又取消了国会议员等需要将股票交易报告存入可搜索数据库的条款。立法权力就掌握在谋取私利的政客手中，谁能说这样大到离谱的规则漏洞不是精心设计的后门呢？总统公然的炒股卖币，游说集团系统的贿赂，
官商身份无缝切换，政治现金水涨船高，合理合法的制度腐败已经早已深入了美国的机体，更暴露出一向自诩的民主法治的虚伪脆弱。川普币推出的时候，川普曾在社交平台上兴奋地宣布，是时候庆祝我们所代表的一切就是胜利。总统可以凭借身份一直胜利，那被愚弄被损害的劳苦大众又能如何呢？近期美国股市、债市和汇市剧烈震荡，投资者情绪大幅波动。美媒称，特朗普重塑美国经贸政策的目标没有改变，但他对金融市场以及商界人士的反应十分敏感。The president is watching the markets, and he's trying to reassure investors here by really projecting this rosy picture in public that they can reach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有分析称，21号的一场会谈也是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改变调门的重要原因。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与美国多家大型零售企业代表见面，与会的包括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麦克米伦、连锁百货企业塔吉特首席执行官康奈尔，以及全美最大的家装零售企业家得宝首席执行官德克尔。They were clear with the president that his trade policy and the tariffs would disrupt supply chains, it would raise prices, and empty shelves, according to Axios. And the CEOs also told Trump that we, the consumers, would start noticing this in 2 weeks. 也有美媒认为，不应对特朗普近期的公开表态过度解读。Realistically, nothing has actually changed here, Maurice. It's just the messaging that has changed. And remember, you said that the president said, okay, maybe 145% tariff, but he didn't say it was going to be 0. 这个有我们台的粉丝给我发来了材料，说浩哥果然不愧是野生1号国师啊！我说又咋了？他说你前两天不给我们讲了一集吗？说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是个泡沫，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水分。结果呢，你刚讲完，央视呢就照着你的口径做了一个专题片，你果然是国师，好吧，纯属巧合啊，各位。每次美国对别国发动贸易战，挺美的一派总会说美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全世界的金主，得罪不起。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什么全球第一市场连买鸡蛋都成问题？ That is double what it was previously. 我们不妨掀开美国18.8万亿美元消费神话的遮羞布，看看天价账单背后美国人真实的消费水平。按美国劳动局数据，美国人2023年消费支出18.8万亿美元，其中12.7万亿花在了看病、租房、交学费、打官司等服务上，用来消费商品的支出是6.1万亿，不到总消费的1/3。所以吹嘘美国消费能力强，属实是个地狱笑话。看病花钱多，有什么可骄傲的？当然，即使打了3折，6万亿的商品消费也是很大的数目，但还是同样的问题。这只是纸面数字，真实消费的商品真比其他国家多吗？拿汽车举例，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去年新车销量1590万辆，中国去年新车销量3144万辆，几乎是美国2倍。美国消费者去年买了约1.5亿部手机，中国消费者买了2.86亿部。特朗普加征关税后，敦煌网等电商平台登上美国 App 下载榜前列，中美网友又展开了一场消费大对仗。越来越多美国人恍然大悟，美国所谓的高消费不是消费了更多，而是为相同商品付的钱更多。They're showing the world exactly where your $1,000 handbag or your $100 leggings are really being made. They're now offering you the same exact stuff, no middleman, no markup. Chinese workers are lifting the lid on a billion-dollar illusion. 美国民众在对账比差价抓奸商，美国政府居然还在大张旗鼓宣传自己加的高关税，这是真不怕民众回过味，发现钱实际到谁手里了呀？在主要工业品方面，美国的消费能力已经被中国这个新兴市场拉开了差距。农产品方面更没悬念，中国才是甲方。中国人消费了全世界几乎1半的猪肉，大豆作为猪饲料也非常依赖中国市场。
美国年产 1.18 亿吨大豆，自己只能消费一半，剩下一半都靠出口，而全球大豆进口量，中国占了2/3。We have eroded away from 1/3 of all U.S. production to 1/4 of U.S. production is what we sold last year to China. We're concerned about people not just losing money, but losing their farms. Our farmers have got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die in the process, that we're not out of business before a better deal is negotiated. 据多家外媒报道，自今年1月16日以来，中国企业就没再从美国购买过大豆。自2月初以来，中国也再没买过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早在特朗普发难前就已布局，保证了粮食和能源不受贸易战威胁。反观美国，对自己发起的关税战毫无准备，把股市、债市、超市都折腾得鸡飞狗跳。美媒披露，等不来中国电话的白宫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工作组，以便在未能与中国政府谈判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紧急处理国内供应链危机。那问题来了，白宫对美国消费能力这么自信，他们能消化这几千万吨大豆吗？靠抬升物价或许能刷出漂亮的数据，但大豆积压了就是积压了，超市空了就是空了，工厂关了就是关了。当消费的水分被挤出，产业的破败被揭露，动辄说别人没牌打的特朗普政府自己才是无牌可打。There's a lot of talk in the media back home about moving supply chains out to be closer to where the consumers and the customers are. Well, the consumers and the customers are here. 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的一周，美国进口量暴跌64%。这张全球航运的实时统计地图清晰显示，美国的航运密度已经明显低于中国和欧洲。当美国还在靠医疗账单和律师函刷数据时，中国用实实在在的商品供应支撑全球贸易，提升本国和世界的消费水平。所谓18万亿美元消费市场不过是皇帝的新衣，真正的王牌永远握在能让工厂盈利、港口忙碌、农产品有销路的实干者手中。最近呢，我老给大家说一句话啊，我说今日之中国，那是腰里别着扑克牌，是谁来跟谁来。野生国师的这句话的含金量是不是不断的在提高啊？到底谁手里边没有牌呀？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